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Bloomberg 最近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啊，那报道告诉大家说，中国大陆官员已经通知阿里巴巴这些科技巨头呢，可以着手准备 NVIDIA 辉达人工智能的晶片 H200的订单这些相关的事项了。那显示出呢，北京当局正在准备要正式批准 H200的进口，而知情人士也表示呢，中方监管机构最近已经原则上批准了阿里巴巴、还有腾讯控股以及字节跳动进入下一阶段的采购准备。这个消息出炉，正好这2天我们看到了黄仁勋他在23号到了上海，他去参加这个上海这边分公司的尾牙。那在2026年初呢，黄仁勋的访华就给了员工一个红包。那这是不是也正好是 AI 晶片 H200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关键时期呢？好，最近看到其实有一个新敌人学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彼此是互斗，这个架构是不变的，但是他们也彼此非常需要对方，所以这个新敌人学呢，就是在新的领域跟敌人合作，一起来降低风险，尤其是中方的新科技实力，比如说像接下来大家要发展的 AI 机器人这些实力复杂度之高，很难只靠美国或中国自己就完全发展出来，必须要拉近全球的供应链才有办法生存我们怎么看这个现实的问题，庄老师？这个 H200是所谓的高阶的绘图晶片那主要用在目前的大语言模型的训练，还有 AI 伺服器的运作。那我刚趁空档赶快查了一下，单片的新台币报价介于100万到150万之间。那一台伺服器1G 8卡就大概台币1000万的那当然它只是一个主流，还不最高阶的，还有 V200大概售价1.5倍 ，V300售价大概2倍。那更高阶的这个 GB200售价将近10倍。那么刚荣哥提到说海关挡不挡，其实我认为挡不挡不是重点因为媒体都把它聚焦在挡不挡嘛。事实上，过往的确发生过海关卡住不让进口，但是呢，能够如果真的不挡的话，更重要的是能够同意它有多少配额进来。是，而且第二点呢，是哪些厂商可以采购。那如同刚刚荣哥跟大家说明的，包含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嘛。如果说它进来的量很少，也只有这3家公司可以上，其实意义不大。所以有在后来的这个配额跟厂商。那值得一提是，刚刚荣哥也提到说新敌人学，也就是说讲白一点，中国需要美国，美国需要中国。那早在1980年代，当时美国就有一派的学者，但现在还是有，只是不是主流，强调美国要把先进的军事武器卖给中国，不止 F16、F14、F15要卖。为什么呢？一方面建立中国的依赖性，二方面呢可以知道中国到底在搞什么。进展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搞不好还可以留后门，随时会来反将一军。所以看待这个晶片产业，市场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对，其实说要开放 H200也不是全开放它还是针对特定的几个重点的科技巨头，那请大家来着手进行下一阶段的这个放关的程序。那胡润研究所和研究院呢就发布了这个2025胡润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50强 AI 晶片企业呢，其中看到寒武纪是以6300亿人民币的价值，现在排在榜首，比去年成长达了165%。寒武纪是在2020年在 A 股上市，2025年上半年实现营收是28.8亿元，成长幅度高达43倍。紧跟在寒武纪之后的呢是3100亿的这个摩尔县城，还有2500亿的木犀。这2家科技公司呢，也都是在2020年成立，而它专注在高端的 GPU 研发。所以拉回到刚刚提到的 H200，这次渴望部分放行到中国大陆当然这个北京给黄仁勋开了绿灯但是背后一定有非常慎重的一个考量，这个考量会是什么呢？安阳老师。陈如刚才庄老师讲的就是说，事实上北京这很聪明就是说开放 H200，事实上是让 NVIDIA 把2024年的库存销光，帮 NVIDIA 解套。NVIDIA 现在是 GB300，马上这个 Rubin 就要出来那过去中国厂商他只能买阉割的 H800、H20阉割再阉割的版本，那所以说他根本没办法从正常管道买到 H200，但是现在他可以买到 H200，已经是2个世代以前的东西的时候，他反而可以用比较低的价钱，不会被这个压榨的方式拿到。而这个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就美国现在还在做所谓的大语言模型，就所谓的 super intelligence。
它是一个有钱人的游戏，就花1倍的钱买增加10%效率最先进的芯片哈，然后这些 CSP 厂商再发 AI 债哈，然后呢拿 AI 债去买芯片，然后再拿投资换订单哈，然后现在再用不断压榨上游的这些 AI server 的供应商，要求放账到1年。那以前呢，虽然台湾这些毛3到4可回款很快，现在这些 ODM 虽然毛利高，可是你收款很慢，再回来跟本国银行谈这个 AI factoring， 那全部被这个 super intelligence， 也就是白雪公主里面那个魔镜的 LLM 的诞生绑架了。那中国因为没芯片，只能靠这个数学演算法，直接面对市场，边试边调做 inference， 先赚钱再说。那然后呢，再用开源式的 LLM。所以未来等美国这些 AI 大语言模型算完以后，中国早就从消费行为大数据里面直接调完产品，用不收钱的代价做消费 AI， 直接跟 PK 美国的这些 AI 大神下面的产品，非常有趣。对，因为接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马上要来 PK 的、要竞争的，就是包括提到了人工智能 AI， 还有包括像是机器人等相关的高科技领域哈。那所以从一个大战略来看哈。当然，黄仁勋只是其中一部分啊。北京要怎么样去应付黄仁勋这个 AI 霸主？你觉得接下来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做法呢？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就逼着国内的厂商他有机会可以去卖他的产品。对。可是这个半导体现在已经违反了摩尔定律。所以包括台积电在内，它每一个新的制程推，它是用更大的代价。创造一个不像以前一样的产品，也就是说，你用1倍的代价创造10%增加的效率，所以所有人都被绑架，跟以前不一样。而硬体的另外一端是软体，它是一个数学的演算法等等。当你是穷人，你没有富人的权利的时候，你只能用更聪明的方法、更取巧的方式来做。可当你开源式的打开的时候，可以让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一起来调这个产品。所以前面是一个推论的大语言模型，另外一个是我直接在市场上来试，这是2个不同的一个差别。对，其实黄仁勋最近真的是马不停蹄啊！大家包括这个礼拜达沃斯论坛，你看到他也去了，然后特别提到了这个 AI 的大未来哈，勾勒出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那当然，这个我们提到说 H200这次终于部分放行到中国大陆哈，这个潜在订单其实蛮强的，包括23号我们看到台积电、ADR 还有辉达、超微这些半导体的股盘在就说这些相关的股票哈，盘前全面应声大涨。黄仁勋先前也曾经说过，光是 AI 晶片部门，未来几年就可能会创造500亿美元的收入。台湾这边《工商时报》有分析说呢，黄仁勋呢接下来呢，他会在北京，因为他也要去北京的分公司参加这个年终的尾牙，而且可能会跟潜在的买家会面。他们要讨论的是最近美国批准的出口的辉达晶片供应到市场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物流上的难题，要怎么解决？好，那在达沃斯论坛上呢，黄仁勋也特别提到他是用形容5层蛋糕来形容这个 AI 产业。他说，这5层蛋糕包括了能源、晶片、云端、AI 模型，还有最上层的应用层。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AI 没有泡沫化的问题啊，所以真的是引发了产业革命吗？在 AI 这个大战场当中，大使觉得中美要如何善用我们刚刚讲说新敌人学如何善用对方就是这个敌人的优势，取得自己领先跟胜出的机会？这个当然是一个理论，我认为是蛮难实现的哈，因为这个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啊？对，你的成功就是我的失败啊，对，我的失败就是你的成功，尤其在商业的竞争下嘛。那这次黄仁勋的这个 H200能够最后进入到中国大陆，我想中国大陆开放是个原则，管制还是有很多手法的。那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要让这个 H200妨碍了中国自主的这个AI 晶片的发展。因为刚刚讲到中国不管是这个华为或寒武纪那还有这个几家这些新兴的产业都很有希望。对。那当然他们在技术上这个还是受制于美国科技的限制啦。不过在他的这个创意甚至生产上都有很多突破。那大陆一开始可以就是说一开始对 H200没有采取一个好像非常高兴的方式就开门欢迎这也是中国大陆在 AI 方面已经有相当足的底气，才会有这种态度跟做法了。那当然就 AI 的未来，那当然是
我看了有些报道，他说 AI 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它带的是不只是产业，是所有方方面面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革命性的这种挑战跟机会。对。那这一方面，我觉得就变成就说它的5层能够带动能源啊、晶片啊，这是必然的。可是 AI 本身会改变很多这些人类社会光从人类本身智能产生出来的一种 capacity， 一种能量。那这个工具，甚至有人怀疑到它最后发展最后会取代了人本身智能的那个能量。那就变成就是说它会非常非常的。不受控的话，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讲怎么样来管制。那你要放到这个，譬如说啦，这个现在的 AI， 它变成它有自我思考、自我判断，那甚至有这个所谓的生成的能力嘛，这个大家基本上是。那你要放到武器上面的话，那就很恐怖了。这个 AI 它可能就是说到了战场上啊，它是不见得受到你这个后台的影响。它有自动的一种防卫跟攻击能力，那光这一点你就想将来的战争万一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失控的话，那会什么一个场景？那这种毁灭性的力量，那其他部分更不要算了，因为它的那个取代人力的尤其这种重复性的或这种机械性的操作的时候它取代人力的人力的这种能量太大是。就跟有人说以前像这个电脑这个一些软体出现以后这个很多人就失业了，只是电脑软体而已。那现在这个 AI 的话，它事实上在这种甚至在这种工业绘图甚至在电脑程式的设计这些部分呢，都有很大的能量，对，可以超过10个人甚至20个人的工作量。所以就变成造成这个社会上很大的冲击，对人力的取代。当然黄仁勋对这些部分他的讲法，我也不认为完全具说服力他说需要创意的不是那么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还是有很多机会他认为水电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机会还在，可这个他有一点避重就轻不过我觉得就是说 AI 是没有办法停止的。就是整体的大趋势是如此对，它最后的发展是人类给自己造出来的一个危机呢，还是人类为自己这个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乐土的话，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人现在有办法下定论。对，不过就变成说所有工具到最后呢，它都是两面性的。我们人类做了很多傻事，比如说我们的科学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可以毁灭自己生存地球的能力了，像核武嘛，就是核武。所以呢，我也不会那么乐观说 AI 就一定是那么给人类带来福祉。我认为最后还是看我们自己人类的这种道德的而不是我们的智慧。就要看对人性你是抱持比较正面还是比较负面的一个这个观察。那黄仁勋当然现在赚钱赚得很凶啦，所以他不会讲 AI 什么负面的东西。我真的是必须要提醒，就是这真的是两面刃的问题一定有正也有反。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